陵阳有个书生，名叫朱尔旦，字小明。这朱尔旦啊，性子倒是爽快直率，说一不二，朋友不少。但可惜天资不太灵光，读书虽勤，诗书满屋，却总也不见功名上门。年纪一天天大了，秀才的头衔还是个梦，说是空有豪气，却总被人笑说是纸糊的读书人。某天，他跟一群文社的朋友们喝酒，杯盏交错之际，有人突然笑着对他说：“朱尔旦，你不是自夸胆大包天吗？咱们陵阳有那十王殿，里面东廊有尊绿脸赤须、瞪目怒视的判官像，听说晚上还会传来打板子的声音，连走近都会让人汗毛倒竖。你要是敢半夜去那儿，把那尊判官木像背回来，我们立刻替你办桌设宴，好好替你这股豪气喝一杯。”这番话一出，众人都笑了，心想不过是酒后闲话，朱尔旦这种人哪敢当真？但他只是轻轻把酒杯放下，什么也不说，站起来就走出门去。众人一愣，以为他是醉了要解手，没放在心上。不料才过了一炷香功夫，外头就传来一声吆喝：“音如洪钟，我把燃宗师请来了。”众人一惊，齐刷刷望向门口，只见朱尔旦气喘吁吁，背上真就扛着一尊木雕判官，大步走了进来，把那尊雕像砰地摆在桌上。那木像绿脸赤须，怒目圆睁，活像真鬼一般，烛光映照之下更显阴森。众人顿时脸色发白，酒也不敢喝了。朱尔旦却泰然自若，给木像倒了3杯酒，恭恭敬敬敬上一礼，一口气喝了个干净。然后他又把那尊木像重新扛起来，转身要走，还不忘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大宗师啊，刚才那是跟朋友们开玩笑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请多包涵。我家就在附近，若您有空，欢迎来毕设一叙。”朋友们这才真的佩服起他来，议论纷纷地说：“这朱尔旦看来真是条好汉。”隔天，他们如约设宴，给他风风光光庆贺一场。那天朱尔旦喝得酣畅，酒席散后回到家里，仍觉得兴致未尽，便点起烛火，一个人慢慢地再斟2杯，独饮起来。正当他独自对酌，蜡烛跳动，灯影摇曳之时，忽然门帘一动，有人缓缓撩帘而入。他心头一震，抬头一看，那人身穿黑袍，绿面赤须，不正是昨晚的判官雕像吗？但这回却不是木雕，而是活生生的人。朱尔旦吓得连酒杯都掉在地上，跪倒就说：“大宗师，我昨夜开玩笑冒犯了您，今日您亲自来访，是要来取我性命吗？”那人却拈须微笑，语气温和地说：“非也非也，昨夜盟君高义相邀，今日夜间无事，便来赴约。”朱尔旦一愣，随即大喜，连忙站起身来，亲自去洗杯子、生火烹茶，还唤家人准备酒菜。妻子一听说家里来了鬼判官，脸都白了，死活不敢出来。朱尔旦也不理，只顾吩咐备妥果馔肴菜，自个儿端进屋内，与那陆判对坐饮酒。判官说自己姓陆，名字不重要。两人相谈甚欢，从文学谈到古典，从历史说到经世。朱尔旦发现这位陆判官学识渊博，见解独到，不禁起了敬意。谈到文章，陆判说冥思也讲文章品地，与人间风气相似，读书人死后还得写文章应试，比人间更严苛。朱尔旦听得兴起，拿出自己写的几篇文章给陆判过目。陆判一翻看，就红笔圈勒，批语冷峻，不好，不通，句法平庸，典故滥用。朱尔旦脸都红了，却不敢反驳，反而愈发敬佩。他知道自己学问不济，这番点评倒也中肯，索性常常拿新文章来请教陆判。时间一久，两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，甚至经常同榻而眠，宛如兄弟。有一晚，朱尔旦喝得有些过头，先行入睡，睡梦中只觉得肚子隐隐作痛，如蚯蚓在内翻滚。他猛然睁眼，只见陆判正坐在床边，手中拿着锋利的刀具，正一条条地将他的肠胃取出来，小心地在烛光下清洗理顺。朱尔旦大惊，浑身冒冷汗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大宗师，
难道我与您有仇？您要杀我吗？”陆盼却淡然一笑，说：“勿惧，我为你换心而已。你才思不灵，是因为这心窍闭塞。我刚从冥界挑了一颗灵慧之心，正好适合你，换上便可。”说罢，他从袖中拿出一块仍温热跳动的心脏，替朱尔旦安入胸中，然后动作利落地缝合、包扎，最后用白布束腰，一切如医者行书，神情镇定自然。朱尔旦又惊又疑，只觉肚腹隐隐发麻，但一滴血都未见，也无丝毫疼痛，仿佛真是梦一场。次日醒来，他揭开衣衫一看，只见腹部有一道红线，干净利落，皮肤上下肤色略有差异，如缝线一般。他满腹狐疑地照镜子，再摸摸头，除了有些发麻，并无异样。从那日起，他的文思变得异常敏捷，读书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写文章下笔如神，举笔成章。他又拿文章给陆盼看，这回陆盼终于点头，这才像样。但你福薄，命里注定难登高位，顶多中个乡试，不可奢求极富极贵。朱尔旦点头称是，心中既感激又释怀。那年春试，他果然高中榜首，秋闱再考，又夺得解元，一时之间名声大噪，众人争相敬重。昔日那群取消他的人全都惊讶万分，纷纷追问他这突飞猛进的秘诀。他隐约透露自己受了高人指点，众人更是好奇不已，齐声请求引荐那位神秘的陆判官。朱尔旦便问陆判可否赴宴一聚，陆判点头应允，说夜里去便是。到了当晚，众人在竹下备下盛宴，等待贵客来临。更初时分，一道人影推门而入，只见那人赤须如火，双目如炬，气场震慑人心。一进屋，众人只觉一阵阴风袭面，心头发冷，面无血色，牙齿直打颤。有人起身便说家中有事，匆匆告辞；有人借故腹痛，落荒而逃。不一会儿，本该热闹的厅堂只剩朱尔旦一人。他举杯向陆判致意，笑说：“看来我的朋友们胆子比不上当年我一人夜访十王殿。”陆判哈哈大笑，举杯回敬，两人就这么对坐饮至深夜，杯盏无声，情意深长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朱尔旦与陆判又一次在烛火下共饮。这晚天气微冷，朱尔旦喝得脸红脖子粗，胸中那股得意与亲密把他喝成了7分醉。他抚着杯沿，眼神微微泛光，突然一拍大腿，凑近陆判说：“陆兄啊，您上回给我换了颗灵心，让我下笔如有神，这份恩情我朱某人一辈子不敢忘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咧嘴一笑，不过我这人贪心点，有时看着自己这点小成就，再瞧瞧屋里那位结发之妻，说来惭愧，他是好人，也贤惠，就是这张脸实在是看久了，难免觉得有点单调。您看我这脑子都换了，脸也不差他换个新的，您说是不是？陆判听了，没有马上回话，眉毛挑了挑，嘴角浮起一丝古怪的笑意。哦，连这种事也想换？他轻轻摇摇头，却也没怎么为难，只说头这东西不像心肠那么容易配，要换得相称不突兀，得慢慢寻。你回去等等，等我找到合适的，自会通知你。几天过去，夜色如墨，月影也藏进云里，天地静得像死水。朱尔旦一家早已入睡，整座宅子静悄悄的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，3声急促，1声沉重。朱尔旦猛然惊醒，披衣开门，只见陆判黑衣黑靴，手里怀中裹着一团布，布里微微渗着血水，一看便知不是寻常之物。找着了。陆判语气平淡：“快带我去你那人房中，趁他还没醒。”是的，快成。朱尔旦虽然心中忐忑，仍硬着头皮领路。门栓未开，陆判一掌推去，木门竟自动打开，一点声响也无。两人踱步进房，蜡烛未点，仅凭夜色微光，依稀可见朱妻侧身熟睡，呼吸均匀。陆判从靴中拔出一柄白刃短刀，光洁无声，然后轻轻揭开被子，
立落地按住朱漆肩颈，手起刀落，犹如切瓜，血溅未远，头颅已落。陆判吩咐朱尔旦接住他怀中的新手，那是一颗美貌女子的头，眉目如画，唇红齿白，仍带着一丝生气。他将其与朱漆的脖颈对位贴合，按压入骨，手法极熟，像是缝合布偶一般。然后从衣袖中抽出细丝一条，绕颈一圈系紧，口中默念不知什么咒语，就手埋了吧，阴中无主之物，莫让人见。陆判拍了拍手，抖了抖衣袖，转身而去，如来时一般悄无声息。朱尔旦浑身冷汗，咬牙将妻子的旧手包起，趁夜埋进院后桂花树下，心中五味杂陈，说不清是惊是悔还是偷来的兴奋。隔天清晨，朱漆缓缓醒来，只觉颈项麻麻的，像是被虫咬了几口。他伸手一摸，竟摸到些许血痂。他下床洗漱，一盆清水刚接好，脸一探进去，水面映出来的脸让他当场愣住。镜子里那张脸不再是他熟悉的自己，而是一张美得惊人的女子脸庞，长眉入鬓，唇若点珠，笑靥如花，简直是画里走出来的人。他吓得往后一退，几乎跌倒，喊来婢女。婢女一见，更是惊呼不已：“夫人您变了脸了！”再看洗脸盆，整盆水已成血红，像是刚浸过尸首。朱尔旦这时赶紧进屋安抚妻子：“别怕，别怕，你只是长得变漂亮了点。”他自己其实也惊，虽事前知情，真见着这张新脸，也不免看得呆了。他细细查看妻子颈项，果见那里有一圈细细的红线，像是缝布边缘那样，一色两肤，明显结合。而这张新脸正是吴世玉的爱女。吴家世居陵阳，是当地有名的大户，独女吴氏，天生丽质，却命途多舛。19岁尚未婚嫁，2度定亲都遇变故，亲家不是死于瘟疫，就是途中横死，人称他带煞，无人敢娶。数月前正值上元灯节，吴家一家游赏十王殿，回家途中竟被一贼人盯上。那贼人名唤杨大年，是苏西一带恶名昭彰的泼皮，见吴氏貌美，便暗中潜入吴宅，夜半杀死一名婢女，潜入房中欲行不轨。吴氏惊醒，大声呼救，贼人恼羞成怒，竟将他一刀斩首，然后逃逸无踪。吴家痛不欲生，将尸体停放堂上，守灵3日3夜，却在第4日早上打开棺木，发现那无头尸竟无端少了一颗头颅，全家震惊，直说是妖鬼所为，尸身不能全葬。吴世玉悲从中来，悬赏3000金缉拿凶手，却3月无果。而这时，朱家夫人换脸的风声已传到市井巷尾，说书的、卖豆腐的，连城隍庙里的道士都议论纷纷。朱家媳妇一夜之间换了张仙女脸，风言风语传进吴家耳里。吴世玉心中大惊，立刻派人前去探查。那老妇一见朱家夫人，双膝一软，跌坐在地，大叫：“是我家小姐，是她！”吴世玉听闻，怒火中烧，认定朱尔旦用妖术夺人头颅，害死其女，立刻将他告上公堂。郡守下令搜查朱家，传唤其妻，审问全家。谁知一问之下，朱尔旦与家人众口一词，都说不知换手一事，只记得梦里出现陆判官，说是赠妻美貌，醒来脸便变了。郡守审了3日，毫无头绪，只觉此案蹊跷难决，进退维谷。朱尔旦走投无路，连夜求见陆判，说：“兄长再不出手，我这命恐怕要丢在县衙了。”陆判喝完杯中酒，缓缓点头：“不难，我会让那位姑娘自己来说清楚。”当晚，吴世玉与夫人睡梦中，双双梦见王女身着素衣，跪在灯下，声泪俱下。孩儿并非死于朱家，而是被苏西杨大年所杀。陆判官见朱夫人貌不出众，取我头以替之，既然人已亡，头也无用，如今得一机会投活人寰，何苦再相怨仇？两人醒来，竟发现梦中场景与语句一模一样，
心中震撼莫名，当即向官府报案。郡守一查，果真有杨大年此人，3年前犯案逃窜在外，随即发出机令，不到10日将其捕获。经严刑拷问，杨大年终于承认罪行，交代得一清二楚。吴氏遇见女儿冤屈得雪，顿时悲喜交集，又见朱妻果真生得端丽温婉，且神情举止与王女多有相似，便动了念头，与朱尔旦言和，当面致歉，甚至主动说道：既得我女之手，便当作我亲家，从此两家通好，无需再论过往。双方言和后，吴家将女儿的尸身与朱妻的旧手合葬于后山，立碑为证。风波至此终于告一段落，但朱家的传闻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变得比十王殿还神奇。朱尔旦自从换了心，换了妻子的头之后，风光了一阵子。他文采横溢，声名大振，登科及第，一时成了陵阳有名的人物，朋友们敬佩，乡人们称羡，连那些当年笑他呆钝的人也都改口叫他朱介元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接下来的3次科考，他每次都踌躇满志而去，满怀希望而回，却都在考场中因违反规矩被逐，不是用墨纸不服，就是笔画太潦草，又或者被怀疑夹带，总之都不是实力的问题，而是命运似乎故意给他设了道门槛，让他就是无法再进一步。3次下场都吃了闭门羹，朱尔旦心中本还有不甘，但回头一想，自己这一生能靠一纸文章博得声名，娶得佳妻，得食神人，已算奇遇了。这功名场上既无缘分，也就不必强求。他收起笔砚，不再做梦，也不再问命，从此将功名心绪藏进书柜最底层。时光荏苒，30年一晃而过，当年满脸英气的朱尔旦，如今也鬓白齿摇，眉眼间多了风霜痕迹。一天夜里，他如往常一样泡了壶酒，独自坐在书房里闲酌，屋外虫声唧唧，灯火摇曳。他正要斟第2杯酒时，门被轻轻推开，熟悉的黑影踏步而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陆盼。陆盼一如往常，面色如常，赤须依旧，只是眼中多了一丝凝重。他在朱尔旦对面坐下，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后缓缓开口：朱兄，时辰到了，你阳寿将尽，再过5日当离人间。朱尔旦听了，只是愣了一下，并未惊慌。他沉默片刻，叹了口气，说：这一生我也没什么遗憾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你几面。说完又自斟一杯，饮尽。就不得吗？他又问了一句。陆盼摇头：生死之命，不由人力，况且你非凡人，亦非圣人，冥司也无权私留阳魂。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你，好做准备。朱尔旦点点头，眼中没有悲戚，反倒有种释然。生死如梦，我也明白了，那便好好告别。接下来的5天，朱尔旦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连寿衣棺木也亲自选好。他与妻子并肩而坐，谈了3夜，像当年还是新婚夫妇时一样，说的不是大事，而是种种琐碎，种种旧事。第5天一早，他换上寿衣，洗了澡，整整齐齐地躺入棺中，合眼长视。朱妻痛哭失声，抱着棺椁不肯撒手，家中上下悲声不绝。可是就在第2天，当他正跪在棺前哀哀哭泣时，门口忽然传来一阵轻响。他回头一看，竟见朱尔旦踏门而入，依然穿着旧衣，气色与生时无异。朱妻吓得惊叫一声，往后退了2步。朱尔旦连忙举手安抚：别怕，是我虽然死了，但魂魄未散，放心，我不是来吓你，而是放心不下你和孩子。朱妻扑上前，一边哭一边摸着他的手臂，果然冰冷无温。他说话的声音、神情都与活着时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那双眼睛似乎透着一股不属于阳间的幽光。从那天开始，朱尔旦的魂魄每隔几天便会回家，晚间悄然进屋，有时替妻子备水做饭，有时帮着教儿子读书，
甚至会在灯下指点笔法。邻居们知道朱家有阴德庇佑，却不知那出现在窗影之中的男子早已不是活人。朱为朱尔旦的儿子，自小便在父亲的教导下聪颖过人，9岁便能赋诗，15岁便考取秀才。他从小只知道父亲总是白天不见人影，夜里才回家。母亲说父亲在外办事，孩子也不疑有他。他所记得的父亲，永远是那个夜里在灯下与他促膝谈心的男子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数年，后来朱尔旦出现的越来越少，由没几日一次变成10天半月一次，再到后来竟只剩每月一次。有一天深夜，他再度回来，妻子开门见他神情异样，便知不妙。我要走了。朱尔旦说，这次是真的要走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朱妻哽咽着问，要去哪里？明帝封我为太华卿，要赴任西岳，山高路远，不能再见你们了。他说这话时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说明天要出门办事，儿子已见长成，你我之情也该到此为止。他转向朱伟，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说，你要好好做个人，记得爹说过的话，10年后我们还会再见一面。说罢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门，身影在月色中越来越远，终于消失。朱伟长大后中进士，官拜行人，一次奉命祭祀西岳，途中正行至华阴道上，忽见前方烟尘滚滚，一队仪仗队排场极大，鱼宝开道，车马雍容。他正欲避道侧行，猛地一眼瞥见车中人影，竟然是他父亲朱尔旦。他当即下马，伏地大哭，父亲！那车停了下来，车帘掀起，朱尔旦自车中望向他，眼神慈祥，你的官声甚好，我已经很欣慰了。说罢，那辆车便又缓缓前行，扬尘而去。朱伟跪地不起，目送车马远去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就在那车走出几步之时，朱尔旦忽然回首，解下腰间的佩刀，命随行之人转交给朱伟。那人快步来到，将刀递上，并传话，佩此刀者必得富贵。朱伟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见那刀鞘精工细作，刀身雪亮如雪，刃背刻着一行小字，胆愈大而心愈小，志愈圆而行愈方。从此之后，朱伟官运亨通，官至司马。他育有5子，个个聪颖。某夜梦中，他梦见父亲现身，语气平和地说，这佩刀当传与你第2个儿子魂，命格相合，可保家运不坠。朱伟醒后依言行事，将佩刀传与朱魂。后来朱魂果然出仕为官，一路高升，最终官至总宪，以清廉公正、政绩卓照名留青史。而那把佩刀代代相传，成了朱家门中最神秘也最珍贵的传家之宝。正如那把刀上的训言一般，教导后人：胆愈大而心愈小，志愈圆而行愈方。